从横井军平第一次拿出了 Game Watch 到任天堂现在的 Switch Lite 推出，掌机生存的道路看似越走越窄，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今天三位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掌机的过去与未来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从横井军平这位人物说起。说到掌机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起的是任天堂的 GBA、索尼的 PSP 这种有着时代气息的产品，但是第一款被真正普及了的掌机是任天堂在1980年到1991年发售的 Game Watch。 这种小小的掌机虽然每台都只有一款游戏，但是在那个娱乐方式匮乏的年代，还是很快支付了玩家们的腰包。造成这场狂欢的是任天堂一位重要的功臣横井军平。横井军平先生是1941年9月10号出生的，在1965年横井军平进入了任天堂公司，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第一个奇遇，制作玩具。某一天，横井军平利用公休时间制作了一套奇特的装置，按动按钮后就可以自动伸缩的弹簧机械手臂，这也是横井军平的第一次成功。借着这次成功，山内溥正式重用了横井军平，为了他设立了任天堂第一开发部，由横井带领了一批年轻人专门从事新产品的开发。这支神奇的团队在数十年间开发了100多种新产品，其创造活力令同事们都赞叹不已。横井先生曾经说过，制作世界最初的发明，这就是我的创造哲学，在不断的竞争和挑战中充分体现自我。事实上，他也贯彻了这句话。70年代中期，任天堂正式转战电子行业，正式由玩具厂改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任天堂。这次转型也给了横井军平更广阔的创造空间。就在这期间，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款电子产品 Game Watch。 由于设计之巧妙， Game Watch 很快在全世界火了起来。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游戏机，画面已经可以说是不堪入目，但是其中却包含了现代动作游戏基本所有的要素。在电子行业发展的数十年中，像横井军平这样对软硬件两方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实在是绝无仅有。在 Game Watch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，横井军平也很快在1989年给玩家送上了他最后的礼物 Game Boy。 在 Game Boy 中，横井军平发明的十字键对游戏控制器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，可能到以后也不会被取代。在 Game Boy 发售初期，其实有一个小插曲，超级马里奥原本并不是 Game Boy 的首发阵容。起初因为宫本茂对 Game Boy 并没有那么高的信心，所以当时他并没有想把马里奥放进 Game Boy 中，这也导致第一开发部长期孤军奋战。直到横井军平向社长山内溥提出使用马里奥制作首发游戏的时候，这时才把红帽子真正意义上的拉了进来。 Game Boy 一经上市便直接火爆全球。在之后 Game Boy 中更是出现了像宝可梦这样的现象级 IP，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。 Game Boy 的成功也给任天堂带来了启发，玩家所需要的仅仅只是简单好玩的游戏，而开发者需要的是廉价便宜的平台。过于追求性能反而会使理念产生偏差，这个理念也是后来被岩田聪社长贯彻了下去。在 Game Boy 又取得了一轮巨大的成功以后，任天堂几乎夺得了掌机市场的全部资源，并且在2001年推出了自家的第2代掌机 GBA。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 Game Boy 一直都是掌上游戏机的代表者， GBA 也是继承了前者开辟的沃土，继续帮助任天堂巩固其在掌机市场的地位。在这个时候，任天堂一家独大，靠着高质量的第一方与第三方持续不断的开发掌机市场的可能性，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进军了国内市场。我们接着把时间线往后推，索尼在尝到了主机市场的甜头后，也准备转战掌机市场来分一杯羹。碍于索尼 PSP 超前的硬件性能，任天堂意识到如果不用什么与之抗衡，可能就会失去掌机市场的霸主地位。于是在索尼 PSP 发售时，任天堂于同年发售了自家的第3代掌机 NDS。 不同于 PSP 的强大机能碾压， NDS 用自己的特色展开了反击。上下分屏的翻盖式设计保证了便携性的同时，也让机器屏幕的损坏率达到最小。在这里也首次在掌机中加入了触摸屏幕和机器本身自带的麦克风，从硬件上增加游戏的可玩性。在这之后， NDS 靠任天堂第一方的奇思妙想以及日本国民级 IP 勇者斗恶龙的助阵，在拓展蓝海用户的同时，也增加了核心玩家的数量。在这里以后， NDS 后期也推出了一系列改版升级机型，虽然性能没有得到提升，但后期增加了摄像头以及更轻便的外形，还有更简洁的 UI， 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虽然 NDS 的销量碾压了挑战者 PSP， 但索尼那边也同样尝到了甜头。于是在2011年，索尼公布并发售了下一代掌机 PSV。
与 PSP 一样 ，PSV 走的也是性能碾压，而且主打多媒体功能的路线。不过，时间告诉我们，这条路线可能选择的并不是那么正确。任天堂在得知 PSV 的消息之后，立刻让 NDS 的继任者 3DS 抢先于 PSV 发售。虽然 3DS 带着全新的裸眼 3D 功能出现在大众的眼前，但是它的首发游戏阵容虽然称不上完美，但是可以用惨淡来形容。再加上初期机器本身昂贵的售价，也打消了大批蓝海玩家的欲望。为了可以挺过这段艰难的时期，得到核心游戏的支撑，任天堂选择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策，将 3DS 的售价下调1万日元。这次降价也是直接背刺了那些首发玩家。不过任天堂对于这些首发玩家也是用了免费的 GBA 以及 FC 的优秀游戏搪塞了过去。这次降价使 3DS 犹如凤凰涅槃，开始对 PSV 进行反击。当时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， PSV 引以为傲的多媒体功能被更便宜更实用的智能手机压了下去，再加上游戏阵容中 PSP 中销量较高的怪物猎人回归了老任这一边，以及较多游戏有着严重影响体验的移植优化问题，让 3DS 在 PSV 本就薄弱的防线中撕开了口子。索尼这边因为无法同时兼顾 PS4 与 PSV， 最后选择了弃车保帅，就此 PSV 无力回天，成为了时代的眼泪。而索尼方面也正式宣布要退出掌机市场，从这里开始，任天堂没了掌机领域的竞争对手。于是 3DS 在经历一次性能提升以后，一直服役了9年，在2020年才正式宣告停产。我们把时间线稍往前推一点，就让大家以为 3DS 就是最后一款掌机的时候，任天堂在2017年推出的新一代家用主机 Switch， 这代主机的特色便是掌机形态的便携模式。而任天堂也很快在19年推出了 Switch 的完全掌机版 Switch Lite， 这也是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最新世代的掌机了。但是它终究只是 Switch 的一个旁支，在如今没有对手逼迫，但是掌机市场却被模拟器以及手机大量压缩的今天， Switch Lite 对于发展迅速的手机模拟器来说已经显得有些无力了。虽然我相信任天堂有自己的打算，但我还是对任天堂掌机的存在感到担忧。同时我也很好奇，任天堂的下一步棋到底应该怎么走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点赞超过50，我会继续更新任天堂主机系列的视频，也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。我是三伟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